我也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做超人之死。是安排比达罗死，是安排比达罗死，是安排比达罗死，比达罗死。超人之死来了，之前的一句玩笑话弄巧成拙了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第2季前情提要。随着国防部跟超人的矛盾激化，安德森在比扎罗这件事上逐渐擅行不顾，更逆了大天呢，以叛国的罪名逮捕了超人。为了抓捕比扎罗，跟克星人断交又如何呢？而乔纳森吸食 X 喷雾的事儿也即将迎来大曝光。克拉克跟哥哥摩根关在了一起，超人被判了叛国罪，这事儿路易斯听起来都离谱啊。山姆也相当无奈，他一个退休老兵又能怎样呢？担心女儿为爱发狂硬闯国防部，山姆只能想办法榨干自己这膀子老骨头了。家里两兄弟之前的打闹，长辈也没工夫管了，只能让他们自己上学自己处理。凯尔出轨被抓的第3天，人已经被踢出了房间，拉娜和女儿正大包小包的给他收拾东西，这家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笑。作为市长竞选人的拉娜心思都不在政治上了。讽刺的是，为官不为的另一个竞选人乔治，在这种时候以家庭为中心，给自己拉上了票。拉娜生活不如意，报纸还贼晦气。作为长女，萨拉也扛了不少的压力，连乔丹的邀约也都回绝了，心烦意乱的不怎么想说话。乔丹其实很想告诉他自己深有体会，可总不能说我爹超人被抓了吧。另一边，坎迪斯又给乔纳森带了一堆 X 喷雾。男朋友在赛场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，可乔纳森却拒绝了，他已经决定不再依靠 X 喷雾。就在此时，警察来到了学校。随着警犬的逼近，坎迪斯慌了，一旦自己贩卖 X 喷雾的事被抓住，家境贫寒的他非得雪上加霜啊！乔纳森直接爆发了男子气概，一把揽过所有 X 喷雾，然后被警察给抓了。路易斯还在报社里跟山姆通电话，他的建议是老父亲直接暴闯国防部，给他们充点 Q 币。山姆见女儿逐渐暴躁，赶紧挂了电话，再去想想办法。看了报道的拉娜来向路易斯求助，可发一篇宣传报道的价格他负担不起，路易斯又不能善用职权给他免费打广告，再这么下去，乔治肯定要连任了。到时候这个为官不为的家伙会让小镇越来越差。路易斯给他的意见是放平心态，别去管镇上的流言蜚语，真相掌握在拉娜的手中。随着路易斯接了个电话，当场就 fucking 了。就在一旁听着的拉娜赶紧回了家，确保萨拉没有掺和进 X 喷雾的事儿。萨拉心情压抑，又不想什么事儿都告诉乔丹，思来想去，打算请教妈妈怎么说。拉娜建议他向朋友倾诉，有时候往往比对恋人更好用。乔纳森这边少不了一顿暴骂，特别是在克拉克被抓进去的这个节骨眼上，可以说完美引爆了家里的这个移动核弹。现在学校正在要考虑要不要开除乔纳森。X 喷雾虽然严谨来说不是毒品，但是这东西流窜到学校是肯定不行的，而且乔纳森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揽下了多大的麻烦。路易斯让他实话实说，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个清楚，或许还有挽救的余地。男孩是给女朋友顶包的，哪能干卖队友这种普系的事情啊？当即就告诉母亲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碰巧啊，乔丹回了家，直接被拉进副本挨骂。这一下乔纳森吸入过 X 喷雾的事也抖了出来，路易斯算是彻底失望，暂时不想看见这个孩子。没有克拉克在家，他只能找拉娜套一套。为人父母，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，普遍都会在心里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。路易斯责怪自己太没关注过儿子了，拉娜倒是理解他的心思。几年前萨拉试图自杀的时候，他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好奇女儿因为什么理由变成这样。可当他跟萨拉面对面聊起这些的时候，拉娜的所有问题就烟消云散了，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时候自己只需要做一个聆听者，孩子说什么自己就听什么，哪怕你知道这是假的，一直陪着孩子，给他们依靠，这才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。路易斯如醍醐灌顶，马上就为拉娜的选举想出了一招，打破乔治所建立的家庭人设。萨拉这边速通一下，他叫来了之前在夏令营剥嘴的女孩，女孩赶了2个小时的路，长途跋涉来到了斯莫维尔，然后告诉萨拉一句，想你爹了就去见你爹。然后女孩又要经历2个小时回家。我就问问，打电话掉血是不是？天色渐晚，乔丹等来了路易斯。作为亲兄弟，他严重怀疑乔纳森是在给别人打掩护，自己兄弟不可能是那种人。这半天下来，路易斯也冷静了，他再次来到儿子面前，还是之前那句话，一五一十说清楚，也许有回旋的余地。乔纳森可太 man 了，来龙倒是给妈妈解释了，无非就是他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想在球队有价值，也想在超人一家里显得不那么平凡。但去脉，乔纳森还是不打算告诉路易斯，这让他很失望。这边开始切入主线，克拉克缓缓睁开眼，自己在一个满是红太阳辐射的房间旁边，摩根老哥幸灾乐祸，用言语对克拉克实施了魔法攻击。不一会儿，安德森来了，打他抓住超人的那一刻开始，这男人就没打算和平解决，
他宣称自己得到了所有指挥权，一切行动都得看他的脸色。超人把事情的利弊又给他说了一遍，必须毁掉项链，阻止一个叫做阿丽的女人，否则世界将会迎来大灾难。事后怎么处决比扎罗是安德森自己的事，可在安德森耳朵里，超人在说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叽噜咕比扎罗，他满脑子都是比扎罗。安德森警告超人，下次见面必须说出比扎罗的位置。他一走，摩根直接舒舒服服坐下，开始分析老弟的一生。善良是肯定的，保护地球一辈子。然后国家送给了他这套灵视聆听的小红屋，堂堂超人还背上了叛国罪。要不是克星没了，回老家都得被指指点点的。克拉克听烦了，让他闭上克星嘴。上回攻击了乔丹，现在还在这当表面兄弟。摩根乃是干大事的人，直接反客为主，美名其曰训练侄子，顺便还让你见到了亲妈。哥俩没聊一会儿，安德森又来了，开门见山要比扎罗的家庭地址。超人当场服气啊，合着刚刚说了半天阿里，你这个崽种根本就没听见，他直接就保持了沉默。安德森见状，打算犒劳一下旁边的摩根。I beg your pardon. I beg your pardon. 摩根直接来了爆棚，我看你咋的我。还没得意，几把机枪架在身后，一个24克拉的克什项链戴上，疼得摩根嗷嗷叫啊，连忙给兄弟使眼色。亲兄弟哪能见死不救啊？克拉克大喊停手，随即说出了一个经纬度坐标 100.4 和 76.2。我已经给各位查过了，这是位于俄罗斯北西伯利亚的一个山脉，具体在泰梅尔河的东边。安德森直接带人就出发了。摩根冰雪聪明，哪能不知道克拉克是在拖延时间？这个坐标分明是孤独堡垒的坐标，被安德森发现是迟早的事，两兄弟必须想个其他的对策。要么说离谱呢？国防部的人眨眼就到了孤独堡垒，速度快不说，还无视国界。士兵在里面找到了比扎罗的头盔，安德森马上就意识到超人在撒谎呢。此时摩根脑筋转起来了，他清楚这个愚蠢的欧兜兜不会赞同越狱，那就只能使诈逼他越狱了。克拉克老正一人了，哪能受得了摩根的激将法呀？新仇旧恨算在一起，两兄弟直接动起了手。虽然没有超能力，但力量仍然过于常人呢。两兄弟回合制塞炮，也不讲究什么技巧了，谁抡着算谁的。没一会儿，这动静就把守卫引过来了，他们直接抬枪劝降。只不过摩根早就给克拉克打晕了。安德森透过监控看到了这一幕，眼看士兵跟俩克星人脸贴脸了，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连忙指挥手下撤出房间。可为时已晚呢，假装昏倒的超人突然起身，两兄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一息的时间就打趴了所有人。克拉克担心摩根会杀生，哪料哥哥已经悔改，抬枪就打烂了电源，久违的力量回到了他们体内。安德森和一众援兵赶到，摩根理都没理会，直接飞走啊！克拉克也在犹豫了一下后，跟着哥哥离开了。这一下比扎罗找不着了，克星兄弟还越狱了。安德森当场破防啊，直接来到了7734房间。实际上哈德卡什上校并没有给他指挥权限，反而还在试图联络安德森，只不过这家伙路走窄了，打算来个先斩后奏。他私自拿走了大量的 X 喷雾。两兄弟回到了沙漠堡垒，摩根和妈妈邀功，添油加醋说了遍自己和弟弟刚刚的操作。老母亲见儿子得意洋洋，也只能微微一笑。交流了片刻，摩根还从比扎罗口中知道一个秘密：反世界里，摩根的媳妇儿疯狂追杀比扎罗。在那之前，摩根和比扎罗是亲密无间的兄弟。然而在正世界里，摩根是个老光棍。摩根似乎领悟了什么，一连聊了半天，非要问清楚另一个世界的媳妇儿叫什么。估计是打算利用这个时间线在正世界里谈恋爱。只是没等他们多说，一枚导弹定位了沙漠堡垒，其内部炸开了克什烟雾，瞬间弱化了两兄弟。安德森猛吸一口 X 喷雾，给超人下了最后通牒，随即接了一发干瞪眼，算是劝退了。克什烟雾让他们虚的不行啊，自然没有力量反抗。安德森直奔比扎罗，见对方冥顽不顾，直接扳机压死，一梭子克什子弹打了过去，但劳热的屏障过于牛叉，根本打不透啊。安德森玩阴的，要拿超人的命逼他们就范。此时恢复了些体力的摩根杀了出来，表示我家不欢迎外人呢。可他们终究不是巅峰状态，克什烟雾一时半会儿挥散不去，两兄弟联手也难敌嗑了大药的安德森，双双被打倒在地，后者甚至对超人开了火。摩根毫不犹豫挡在了兄弟面前，3颗克什子弹全都打在了要害。劳拉恳求比扎罗帮帮自己的孩子，比扎罗够义气，当即点头。离开防护罩的他瞬间干飞了安德森，硬是按在地上摩擦摩擦。安德森贴身就这一枪，比扎罗非但没咋地，反而把克什插进体内。对他来说这玩意儿大补啊！懵逼了的安德森又被爆锤一顿。劳拉扫描了摩根，克什子弹穿透了他的重要器官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克拉克借助热视线融化克什子弹。摩根长期在红太阳的辐射下本就虚弱，又被克什烟雾和克什子弹伤到，必须尽快让他接触到太阳。另一边，原本占据上风的比扎罗一拳下去意外打碎了 X 喷雾，瞬间就变得萎靡不振。安德森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
兜里的家伙全部砸了上去，一个接一个的虚弱往上套啊，搁谁受得了啊？两极反转后，比扎罗遭遇了生命危机。刚刚给哥哥除去克氏子弹的克拉克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两难之下，他选择先救家人。他抱着哥哥直奔太阳的时间里，安德森直接 X 喷雾砸脸接脖颈绞杀。比扎罗超人之死，待哥哥恢复了气色之后，再回到沙漠堡垒，安德森早已消失，比扎罗也英勇就义。摩根醒来后又回到了小红屋，他毕竟还得为之前的罪行负责，不能因为救了弟弟就无罪释放。但这一战也让哥俩亲近了不少，至少克拉克对他转变了看法，因为安德森违抗命令欺上瞒下，还私自带走了国防部的 X 喷雾，目前正在被全国通缉，超人的罪名自然也就失效了。临走前，摩根想让克拉克给侄子带去自己的歉意，但克拉克却希望他有一天能亲口告诉乔丹，家里山姆和路易斯在等着克拉克回来。山姆自责的一批安德森是他引荐的，没想到这孩子如此极端呢。很快克拉克到家了，结束了这长达1天的折磨，他现在只想吃碗 Chinese 盖饭呢。这边乔治还在拉票，继续传播自己的家庭理念。不曾想拉娜突然出现，揭露了他在以别人伤口撒盐为台阶，把自己美化成家庭主义者往上爬，一时间虚伪的理念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而萨拉找到了凯尔，他想要跟父亲好好聊聊。接下来轮到了克拉克的单排教育时间，他可不信儿子你听我解释那套，能解释早就跟路易斯说实话了。克拉克让儿子明天去学校道歉，向所有伤害到的人道歉，他自己会想办法让孩子完成学业，在那之后他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教育孩子，以防他再次做出这种危害自己和家人的事。从头到尾克拉克没有给他一个说明白的机会，乔丹只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委屈。落逃的安德森这才想起了去找阿丽，他拿出了和对方一模一样的项链，倒是要了解一下这东西怎么改变世界。这一波超人之死说猝不及防吧，倒也没啥意外，说情理之中吧，也属实有点离谱，只能说安德森路走窄了。同时缅怀下有情有义的比扎罗，为了防止有人说超人3打1被反杀会不会玩啊，我洗涤一下砸脸就是2个沉默。随后安德森刻写药剂，隐忧战列自然是轻松拿下。主力比扎罗出山就是一手惊天动地奈何安德森直接开挂，虚弱无限连呢。这波这波叫做胜之不武啊。